这个款式的话特别的闪，它适合日常，也适合作为婚嫁来使用。首先呢，还是先讲一下一个大拇指大概的一个构图啊。我画一个长方形，然后在甲面上我预计的一个构图是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3/7线左右边居中的位置上去画一个主花朵，然后在附近的位置去给它做一些叶子、枝干一些辅助性的装饰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右上角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区域去贴上我们的钻饰。钻饰的话是一个月牙式的这样子构图。好，其他的地方的话都是一些辅助性的东西啊，这个就是围绕着这个花儿的一些装饰。好，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构图，然后再来讲一下这个花儿的一个细节处的一个处理。然后这个花儿的话，我要画一个山茶花是一个山茶花。在画这个花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先解析一下这个花瓣的画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去打一个大一点的 C 弧。好，先解析一下大一点的 C 弧。这个 C 弧画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去画出它的花瓣，往内侧去画出它的花瓣。好像一片叶子的一半，但是呢，它这里是带波纹的啊。这个波纹呢是看。像是一个小雁一个风景画当中大雁的画法 W 然后在它的半腰处，画一个 C 弧，再连接出来。好，这个花瓣它的一个轮廓是这样子的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阴影区。这边里面是它的内壁，外边翻折翘起来的就是它的一个外壁。花瓣的话是有一种包裹翻折的感觉，有一种立体感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去看一下它是怎么去组合的啊。我们再去看这个花朵的组合的时候，我们先去定一个十字架出来。然后整个花的形态的话，它像一个碗儿一样，是这样子。半碗儿好，然后它的第一个花瓣我们画在偏右上角的位置，第二个花瓣是在偏左上角的位置，然后第三个、第四个花瓣就依次这样子去加第三个花瓣我们画在偏上方的位置，但是呢没有完全指向上方。最后一个花瓣我们就画在下方这里加上去，它像荷花的摆位，但是呢花瓣外围一层它只有4个花瓣只有4个花瓣。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先去画刚刚我说的这个大 C 弧。首先先去画出它的第一个花瓣，打一个 C 弧。然后 C 弧的话，把它的花瓣翻折面画出来。翻折面画出来之后，去画出它的一个大肚子。好，第一个花瓣就完成了。它的这个 C 弧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画的C 一点，这样子的话，花瓣才有一种扣起来的感觉。如果说你这个 C 弧是很平缓的一个 C 弧，那你画完花瓣之后，它就会有一点点感觉是往外张开的那种感觉。包裹感就不强，往内扣的那种感觉就不强。然后它这个小肚子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你不用这么僵硬，直接画一个 C 弧就是包的这个小肚子，你可以是先往内凹，然后往外凸，最后往内凹收过去，对，就像一个真正的小肚腩一样。好，画好第一个花瓣之后，我们来画第二个花瓣。第二个花瓣跟它是这样子平直的平直的，但是花瓣尖尖都是往上的。好，这边接上，在它的根部接上一个 C 弧，往上包。好，往上包，那也是去画出它花瓣的一个翻折面。对，这里的翻折面，我们可以直接就连折过去。好，小肚子。画过来。好，2个花瓣已经画好了，是这2个方位的花瓣。接下来我们要画这2个方位的了。也是紧紧的贴着它紧紧的贴着它。好，贴上它的小肚子，就这里不要去漏空隙，它是挨着的，有一种叠压感在里面。好，翻折面画出来。小肚腩儿画出来，不要太，这里的线条不要直接拉到它的根部去因为这里我们要画花心。好，然后这个方位的花瓣，
也是贴过来，紧紧的靠在一起。中间花心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先去画出来，花心，那画一个圆儿。好，圆儿画完了之后，贴着花心的位置，还是去画一个这样子的花瓣，微微的翻折。好看它这两个小花瓣也是这样微微的翻折，但是因为小，所以说画不了太多的翻折轮廓，我们直接就很小的这样子去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好了，这个花瓣的位置画好了，花瓣的位置画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连着一些，就是比如说它的枝干，枝干的话，从它的花萼这个地方可以宽一点。一个三角收过来，三角收过来，慢慢的往下拉一根细线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画叶子了。然后它的叶子的话，我们之前在基础课里面讲过叶子的形态。叶子的话，我们画一个圆叶，但是呢，边边上可以带一点锯齿。好，你也可以画一些不同角度的叶子。那比如说这边一个叶子可能是往下翻折的一个 C 弧，这样子，你看一边是 C 弧，然后另一边是带锯齿、带轮廓、边缘的画叶子边边。好，这是它的叶子，你甚至可以不用围在它的下面啊。你如果说是要画一个画在这个方向，我再画一个啊。如果说你是要画这种，我先画一个啊，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去画一个圆儿，这个形态你们应该没见过吧？好，画一个圆儿，画一个圆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的花瓣可能是在正方向这个位置往内扣的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可以，对，也是一个圆儿，但是呢，它有翻折面，表现它的叶子是花瓣是这样扣起来的就可以了。那这儿加一个花瓣，花心是一个小圆。好，这里画一个扣起来的花瓣。OK，画完这种花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画一些挨得比较紧凑一点的叶子呢，带锯齿边缘下来。好，但是呢，我给它放上去，然后再紧紧的贴着它，画一个是圆叶，但是呢，只露了一半出来，只露了一半，它的这个尖尖的部分是没有露出来的，是在它的花萼的部分下方被挡住了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画一些叶子。好，然后你也可以再画一些小花骨朵儿出来。小花骨朵儿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啊。我们画一点花瓣，围一个，就像画这样子小椭圆儿，围一个花瓣儿。好，中间画一个半圆花心，这样子就算是一个小花骨朵儿了啊。那再带一些枝干，带一些小叶子。那或者是一些小花苞，还没开出来的小花苞，小花苞连上小花萼线条，小枝干，好，就它的一个构图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画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呢上甲片上去试一下。我们先来打一个底色，这里用到的是一个碎钻胶平头笔。好，拿过来，用这个碎钻胶打一个底色。这里的话，我只会去涂一层，一个正常的厚度，涂一层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多余的胶又给它刮回去。
这里拿去照灯，照灯时间的话30秒。照完灯了之后，我们拿一个乳白色，在刚刚我们构图当中啊，就是这个花形的区域，也就是在3期线上右侧面这块区域里面去刷一个乳白色的色块，做一个小晕染、小腮红那种感觉。但你们如果说为了节省时间，或者是为了方便，你们也可以选择喷枪，或者是海绵拍啊、拍胶一类的。我这里的话，直接用乳白色去进行一个色块，好，就刷这样子一个区域，然后用刚刚我们刷胶的这个圆头笔，轻轻的将边缘带一带就可以了。因为像这种透色，我就说控笔控的比较好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把边缘过渡一下就好了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一块偏白的色块区域就画出来了，然后拿去照灯。照完灯之后，拉线笔取白色凝胶，也可以是彩绘胶，在甲面上先把那个花形给它构图出来。小肚子。这是刚刚说的那个小花瓣儿。小花骨朵儿画在这个地方。这边的小花骨朵儿画在这儿。差不多吧，可以。然后这样子一个构图画完了之后，我们拿那个万能笔取彩绘胶，中间去填一下色。勾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找准轮廓，而且在轮廓填色的过程当中，可以通过我们就是按压的笔痕。那填色的时候就把笔痕按压出来，这样子的话，后面方便我们再去上色的时候找准位置。
这个小花瓣就非常的简单啊，点点儿就好了。对，画上这种小点点儿。加点小叶子。小花骨朵儿。笔尖轻轻压一下，就能快速的出形。也可以加一点小枝干什么的。好，构完图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图形拿去照灯。好，这个我照灯照了120秒啊，应该是时间是够了的。如果没照干的话，这种白色会刷胶的时候会糊掉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局部就是刚刚用白色进行彩绘的地方，我们给它局部进行一个水彩磨砂封层打底。好，就这一块给它刷上水彩磨砂封层。你也可以整甲全涂啊，都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刷上了之后，我们拿去照灯。我们来调一下，等一下花花需要用到的颜色啊。先取一个墨蓝色，放到调色盘上，再取一个黑棕色。好，黑棕色放到调色盘上。花朵的颜色我们用黑棕色，花瓣的颜色我们去用这个墨蓝色。在这个万能色搭配当中，第20组这5个颜色啊，都是可以互相去调配，同时也可以互相去搭配的。因为这5个颜色是属于水彩颜色当中啊，就是需要跟其他颜色互相调和的时候，那一定会用的最多的一些颜色，黑棕，然后这个是朱红、朱砂红，这个是玫红，然后这个是墨蓝，这5个颜色是可以跟我们的任意颜色去进行调和，然后调和来达到我们最常用的一些颜色。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，笔尖取一点棕色，将它的花瓣内壁，也就是我刚刚说过的那个阴影区的位置，这里就需要大家非常了解自己当时画这个花的时候，它的形态在哪个位置。好，笔尖指向内壁的位置，将它这一块儿，那颜色抠出来。好，这个方向，笔尖指向内壁角落颜色最深的地方，然后用这种轻轻侧推的方式，将颜色往最深处慢慢的推过去。好。如果笔干了，打湿控水，重新取色。像这种只用到笔尖的时候，我们的笔干的是很快的。如果你发现你的笔有点顿色了，你一定要马上去重新蘸水打湿。这边的话，边角这儿可以加深一点，对，把它的花瓣轮廓凸显出来。别忘记花心。花心当中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明黄色点缀在花心。OK。因为这里有一个小花骨朵儿，所以说它这里也有一个明黄色花心点上去，棕色随意的在里面染一染，可以就将花瓣轻轻的推染一下就可以了。
笔尖将颜色推往花心处。OK， 然后去画叶子，笔尖取这个墨蓝色。也是将颜色往叶子的根部，去进行侧推。深色区在根部。笔尖指向深色区蹭侧推，神龙摆尾，渐变技法。对，渐变技法在基础课里面的12技法当中有讲的哦。好，侧推，慢慢的收。然后尖尖取一点点颜色即可。好，笔尖指向深色区，然后剩下的颜色用压笔侧推的方式给它扩散开，最后笔尖的颜色再往缝隙里面推过去。枝干的颜色的话，还是可以直接用棕色加这个墨蓝色调一调，棕色加墨蓝色调一调，也是很 OK 的。对，就轻轻的将它的枝干带一下，勾描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里不需要太认真。对。为了表现这个山茶花的立体感，花朵的根部也可以给它加深。把每个花朵的侧边线加深了之后，这样子它的花瓣轮廓才会更加的明显一些。如果说在过程当中你已经分不清楚，或者是你不小心染到了其他的花瓣，你已经分不清楚小花瓣在哪里了，我们可以取白色的颜料。好，笔尖这样取浓度高一点白色的颜料，水少一点，多揉一下。在花心处把它那个小花瓣的位置勾出来。OK， 可以再勾大一点。好，那它的花心处就出来了。这一步操作完了之后，我要去上一个隔粉磨砂封层魔镜粉专用的隔粉磨砂，将整个甲面去进行隔离。照灯后取这种免洗造型胶和万能笔，在甲面上做出金属部分。金属部分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先用这个免洗造型胶在上面画出造型。好，花花的外壁翻折面，因为它是免洗的，所以说我们直接做完造型，或者是我们想要哪个地方衬粉，我们就直接在哪个地方画。画完了之后，直接用魔镜粉就可以。好，笔痕可以压重一些就笔压重一点。然后这种小花骨朵上面。好，然后再次就局部的地方，花瓣外壁还有花骨朵儿，那这个小花瓣我们也在下方加了几瓣。然后画完这个之后，我们要在中间画一些飘带。好，压笔，
画一些就是像芭蕾舞鞋那样子，画一些飘带，收回去。再一次从中间用压笔拉出来，可以压重一点，最好是有笔痕出现。好，照灯。照灯结束之后，我们使用魔镜粉，这里我用的是一个银色，一个是这种古铜色。好，用这两个粉蹭到我们的甲面上，先来银色吧。轻轻的蹭一些吧。好，然后局部的去蹭了一些，然后再选这个古铜色。直接上手吧。蹭了银色的地方是蹭不上这个金色的啊。然后扫一下余粉，扫完余粉之后，我们再拿一个超闪铂金胶，银色超闪铂金胶。好，取一点点，放到我们刚刚要粘钻的位置。这样刷后，就它也是很密的，倒是不用刷很厚，它很密，所以说正常厚度就可以了。好，扫一点下来。主要是这里是为了方便我们贴钻，扫一点下来，撒开，然后拉线笔拿出来，勾一点线，就这样勾一点线下来，凌乱的勾一些吧，甚至于中间，对，